如果你也聽了不少關於它的各種傳聞，對此也真假難辨，那就進來眼見為實。我沒有做太多的打印測試，我帶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審視一下众為立方的 Crowbar X， 相信你看完以後會有自己的判斷。Crowbar X 如果只使用頂部的4側料架，不連接外置供料盒，不會佔用太多的桌面面積，但是在背後要給熱床的導線留出一點空間，因為導線比較粗，空間如果不夠，會阻礙 Y 軸的移動，這會影響 Y 軸的精度。在前面，熱床會伸出來大概4個手指的寬度。想要前後的工作區域都放在桌面的覆蓋範圍，桌面的縱深至少需要70厘米，這樣可以保證 Crowbar X 不碰到桌面以外的物品。左邊的邊界在 Z 軸的立柱上，右邊的邊界在屏幕的邊緣上，總共需要44厘米的寬度。垂直高度算上料架，還有給卷軸留出活動空間，有70厘米的高度就夠了。所以如果你想給它做一個封閉的工作空間，可以預留70乘以70乘以44厘米的內部尺寸。Crowbar X 它的配件包裡面有一包潤滑紙，有一把刷子，一根打印頭的疏通針，一卷10米長的 PLA 測試材料，還有3把內6角扳手，並且還搭配了磁鐵。這3把扳手能夠拆卸和緊固機身上 90% 的螺絲，日常維護不需要額外的工具。在動手拆解之前，我們先看一下3個軸的傳動方式。這是 Y 軸的檢查窗，能夠看到 Y 軸用的是同步带傳動，導向裝置在底部，一會兒拆解的時候可以看到。在打印頭的下面能夠看到 X 軸用的是同步带傳動，導向裝置是直線導軌。Z 軸的傳動機構隱藏在兩邊的立柱裡面，左邊能看到是一根絲桿，右邊也是一根絲桿，兩根絲桿之間是通過同步帶聯動的。在絲桿的後面還有一根光軸作為導向裝置，不然只靠絲桿運動是很難保證尺寸精度的。可能你會想到3條同步帶時間久了鬆了，調節張緊輪會不會很麻煩？其實 Crowbar X 作為入門機，對新手真的很貼心。你把機身前面的這個小蓋子打開，這顆螺絲就是 Y 軸的張緊輪調節螺絲，但是別忘了要鬆開下面的這2顆螺絲。別擔心，不用拆機，它們有預留孔。X 軸的左邊只需要拆掉1顆螺絲，取下這個小蓋子，你就可以看到張緊輪的緊固螺絲還有調節螺絲。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同步帶的標識是 1.5 M8， 是一根截距為 1.5 毫米的細齒同步帶。Z 軸立柱頂部有2個蓋子，拆掉4顆螺絲就可以看到張緊調節機構的螺絲。左邊還有右邊是相同的結構。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同步帶的標識是 2M-660-6， 是一根截距為2毫米的細齒同步帶。你是不是也在擔心 Z 軸和 X 軸同步带的张紧机構是塑料材質，如果机械強度不夠，會影響打印精度？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Y 軸的张紧機構是不是塑料的，我們先做一個精度測試。我的這把卡尺並不是高精度的，測量和讀數的誤差大概有正負 0.01 毫米。在測量 Y 軸的時候，由於沒有足夠的高度，我是用手在固定卡尺，這會存在一定的阻礙和干擾。
但是顯示的平均誤差是在正負 0.01 毫米。在測量 X 軸的時候，手指对卡尺的壓力并不恆定，卡尺滑动的摩擦力会有一點波動，對於測試結果會有輕微的干擾。但是顯示的平均誤差還是在正負 0.01 毫米。在測量 Z 軸的時候，用了一個強力橡皮筋來固定卡尺，對卡尺的壓力就比較恆定了，測試的結果會更加準確。最終顯示平均的誤差還是在正負 0.01 毫米。所以3個軸的增量移動誤差應該是小於正負 0.01 毫米的，因為卡尺的測量和讀數誤差也是正負 0.01 毫米，很難判斷是誰誤差了誰。現在測試的是 Y 軸的單點往復定位精度，有點尷尬的是表座無法固定，我就把百分表放在了鐵塊上面，但是後面有支撐，不過還是會有輕微的晃動。從指針的擺動幅度觀察，往復誤差大概是正負 0.002 毫米。現在這個是 X 軸的往復定位精度，這個測試也是有尷尬的地方。打印頭的塑料外殼無法避讓，百分表的探頭是戳在了塑料外殼上面。雖然指針的擺動範圍大概是正負 0.005 毫米，但是這裡面包含了塑料外殼的形變誤差，所以 X 軸的往復定位精度應該是和 Y 軸一樣的，大概是正負 0.002 毫米。現在這個是 Z 軸的往復定位精度，百分表固定的比較好，測量的干擾比較小，幾乎是看不到指針的擺動，所以 Z 軸的往復定位精度也是正負 0.002 毫米。這兩個測試足夠證明 Crowbar X 它的機械結構運動誤差應該是小於正負 0.005 毫米的。這對於入門級的機器來說，已經是屬於良好的精度級別了。料架的轉軸是可以拆卸的，這就意味着可以對它繼續改造。轉軸的壁厚有2毫米，不用擔心它不夠牢固。料架的主支撐臂用料也是足夠厚的，實測有3毫米的厚度。进料口做了倒角設計，不會對材料增加額外的阻力。導料管是一根直徑4毫米的鐵氟龍管，整個料架重量有116克，看得出來中維立方在用料上還是挺有誠意的。這個線卡能把4根導料管還有打印頭的線纜做一個約束，天氣太熱的時候，這些線纜就不會墜下去。看上去不起眼的一個小配件，卻解決了很多麻煩。打印頭是一個集成度挺高的獨立系統，只用了1根線纜與主機通信，還有接受供電。這根線纜用了一個很容易拆卸的5pin連接器。打印頭的背後有4顆螺絲與底座相連，維護拆卸是很容易的。從這個夾縫就能夠看到這4顆螺絲，配件包裡的那顆磁鐵在這裡就會很有用。這是廢料沖刷的彈出裝置，不需要供電，只用了一個很巧妙的機械結構。X 軸移過去頂一下就可以完成彈出操作。是不是沒想到就是一個齒輪加齒條的傳動結構？這是攝像頭的模組。這個隱藏的區域看得出沒有偷工減料。攝像頭模組只會採集視頻，不會採集音頻。當你需要保護隱私的時候，可以把遮光罩給蓋上。這些孔是 X 軸電機的散熱孔。這個是 X 軸的電機，型號標識在這裡。它是一個混合式的鈽金電機，常用於精密控制的場景。
打印頭的固定座是一個由鋼板衝壓成型的結構，是全金屬的。這塊鋼板的厚度有 2.5 毫米，對於它的結構強度，你完全不用擔心。這個插頭是熱床的溫度傳感器，黃色的是熱床保護的地線，黑色的是熱床加熱供電的零線，紅色的是熱床加熱供電的火線。這是加速度傳感器的排線。整個電纜是用螺絲固定在熱床上的，有足夠的機械強度，不會輕易鬆脫。打印過程中的共振消除還有檢測，就是靠這個傳感器來感知的。這個就是熱床的加熱器。這個塑料蓋板裡面和外面一樣，要求都是光滑的平整的，沒有減少模具的加工工序。這個硅膠刷子是給噴嘴擦嘴的神器，噴嘴會像這樣清潔噴口的廢料。不包含磁吸板，熱床的加熱器是一個3毫米厚的鋁基板 PCB， 在它的正中央是一個過熱保護器，在溫度超過135度的時候會切斷加熱電源。在它的上面是 NTC 溫度傳感器，再往上是加熱電源的接線端子，還標注了工作電壓是220伏，最大的加熱功率是1300瓦。我實測了它的直流電阻是36歐姆，簡單的計算得出它在常溫的時候加熱功率確實有1300瓦。我聽說 Crowbar X 的熱床加熱不均勻，我覺得還是得眼見為實。現在熱床的溫度是常溫狀態，有25度，待機的功率是 15.7 瓦。我們設置一個55度，然後啟動加熱。3秒鐘以後，輸入功率升高到了1305瓦，這跟剛才計算的熱床加热功率是吻合的。經過1分56秒的加熱和穩定，溫度最終穩定在55度。從熱像儀的畫面能夠看到，整個熱床的溫度是均勻的，而且2個測溫點的溫差不超過 0.3 度，足以說明溫度控制還是足夠精確的。雖然熱床加熱的時候最大有1300瓦的功率，但是在正常打印的時候，平均功率其實也只有150瓦到200瓦之間。熱床下面的鋁合金支架有4個塑料的連接器，這可不是多此一舉，而且是很有必要。如果加熱器漏電，它可以讓你免受電擊。這2個定位銷釘可以保證新手安裝的時候不會裝錯。鋁合金支架做了輕量化的設計，能夠減輕重量，提高打印速度。不過它依然還是有244克的重量，雖然 Y 軸上的重量不輕，但是在標準打印速度的情況下， Y 軸的運動還是挺有活力的。既然這麼有活力，那麼我們做一個首層打印，測試一下它的平均噪聲水平。現在顯示的是我這裡的環境噪音，只有36 dBA。一般測量噪聲會距離聲源1米的距離來測量，但是我為了能夠容易拍到畫面，聲壓計放在了觸摸屏的旁邊。用首層打印來測試，是因為電機運行比較平穩，噪聲也比較穩定，方便觀察。現在你可以看到，在這麼近的距離測量，噪聲的平均值只有55到60 dBA。這個音量相當於我們面對面輕聲說話的音量，可以說它的噪音是足夠小的，因為不會有誰會一直趴在機器的旁邊去聽它的噪音。Z 軸的這2根立柱其實還是挺粗的，鋁合金型材，它的截面長度有58毫米，截面的寬度有44毫米。型材的壁厚有 1.5 毫米，這根鋁合金橫梁，它的型材壁厚也有 1.5 毫米。
所以 Z 軸的剛性對於 3D 打印來說是足夠大的，因為它不像 CNC 加工會承受很大的力。立柱的根部是厚實的連接塊，還有 Y 軸的第二個檢查窗。從這裡可以看到 Y 軸的運動底板是一個由鋼板衝壓成型的連接器。我還是想說，它的機械強度你不用擔心，因為這塊鋼板的厚度達到了 1.9 毫米。而且為了防止鬆動，滑輪的固定塊還有打膠固定。在機身的底部可以看到 Crowbar X 的標籤，它的額定功率和我們測試的結果一樣，是1300瓦。機器的重量是 9.5 千克，你可以依據這個重量去設計它的工作台面。這個蓋子裡面的連接器接入了 X 軸和 Z 軸的電機，還有打印頭的供電和信號，還有攝像頭的信號。底座的塑料底殼在裡面增加了一塊金屬板，用來分擔機身的重量。如果沒有這塊金屬板， Y 軸的底座會壓塌這塊塑料底殼。左側的 Z 軸立柱根部沒有電機， Z 軸的驅動電機是在右側。整個 Z 軸的底部框架是全鋁合金的。這個鋁合金橫梁的型材壁厚有 2.5 毫米，型材的高度有20毫米，型材的寬度有69毫米。我完全有理由相信 Crowbar X 的 Z 軸有足夠的結構強度。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 Y 軸的電機是安裝在金屬的底座上， Y 軸的導向輪是運行在圓柱導軌上。而且 Y 軸的底座也是鋁合金的型材。Y 軸的導軌有塑料外殼遮蓋，潤滑脂不容易流失，不需要經常添加潤滑脂。如果要添加，打開塑料底蓋就可以維護了。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 Y 軸的張緊輪是安裝在塑料機構上的，但這並不影響 Y 軸的運行精度，因為我們剛才已經測試過了。Y 軸同步帶的型號也是 1.5 M8， 和 X 軸是相同的。這個角度可以看到 Z 軸電機的標識信息，具體的內容自己可以去搜索一下。在主板的這個位置，猜測是主控處理器，型號是 AT32F403， 是一顆32位的 ARM MCU。在這個位置是一顆 eMMC 存儲芯片，型號是 SGM8000C， 容量應該是 8GB， 是一顆高可靠性的存儲芯片。在這個散熱片的下面應該是電機驅動的芯片，而且這個散熱片還連接到了旁邊的金屬外殼，讓熱量能夠在更大的面積上快速散發掉。在這個角落是 WiFi 的天線，它在觸摸屏的下面。這個小 PCB 是 NFC 的讀取模塊，众維立方的官方耗材會有 NFC 標籤，掃一下可以自動填充耗材的信息，這對新手用戶來說是很友好的。右邊這個盒子裡面是電源模塊。PCB 的布局還是挺整齊美觀的，功率 MOS 管安裝了足夠大的散熱片，而且变壓器的體積也比較大。我在打印測試的時候沒有感覺到電源有明顯的發熱。機身外殼的壁厚有 1.7 毫米，在足夠輕量化的同時又能夠保證足夠的堅固。這是 Z 軸立柱的緊固連接件，是一塊挺厚的鋁合金切削件，在連接部位最薄的地方有13毫米，最厚的地方有23毫米，所以這足以讓我相信 Crowbar X 的機身是足夠堅固的。
打印頭它使用了正微立方自主研发的第2代集成多色 3D 打印技術，也就是 S-Gen2。整個打印頭是一個獨立的系統，集成了換料、加熱、切斷還有擠出的機構，整體的重量只有530克。這個數碼管顯示的是當前材料的通道編號。這個微型的步進電機是換料機構的驅動電機。這個散熱片的裡面是4進1出的材料進出通道。這個是模型冷卻的風扇，它的工作電壓是24伏。這個橡膠的保護罩看起來似乎沒什麼用，但是它很重要，因為打印的時候，不僅噴頭冷端降溫風扇的氣流會吹到噴嘴，而且模型冷卻風扇的氣流也會吹到噴嘴。這個罩子正好能夠擋住這些氣流，保持熱端的溫度不會受到氣流的影響。這是標配的硬化鋼噴嘴，直徑是 0.4 毫米。不過你還可以有 0.25、0.6、0.8 的噴嘴可以替換。噴嘴的長度是33毫米，也就是說每次換料只會沖刷掉33毫米的廢料，這就是 Corba X 省料的原因之一。看切刀的位置緊貼着噴嘴的入口，所以廢料才會變少。這是噴嘴的加熱器，看起來鬆鬆垮垮的，但是這是正常的，不然很難完全貼合噴嘴的加熱面。這個位置就是4進1出的進退料通道。這個是打印頭的進料口，每一個通道都有一個這樣的滾輪。這是進料的傳感器，如果檢測到了斷料，剩下的餘料會從旁邊彈出，彈出的餘料只有70毫米，這也是它省料的其中一個因素。打印頭的外殼內側依然是光滑平整。這2個槽形光偶還有這2個槽形光偶就是斷料檢測的傳感器。這個部位是換料的機械裝置。整個打印頭是固定在一塊鋁板上，鋁板的厚度有 2.5 毫米，這個厚度足夠穩定噴嘴不發生偏移。這個黑色的是擠出機的驅動電機，在電機的上面是打印頭的主板，主控芯片是一塊32位的 ARM MCU。這是換料機構的運動檢測傳感器。換料電機轉動起來會驅動這個絲桿轉動，然後帶動這個齒輪轉動。齒輪連着一個凸輪，凸輪會去擠壓這個白色的槓桿，被選中的通道會把材料壓在送料輪上，獲得擠出動力。這是一個很巧妙的設計。注意看，這兩邊黑色的是退料到位傳感器，需要退出的材料只需要剛好退出到4進1出的進料口，就可以送入另一個材料。所以從切刀的位置開始計算，退料的距離只有25毫米多一點就能完成。這就是它為什麼會省料省時的一個主要因素。總之，重微立方的 Corba X 作為入门機型，在我看來是挺有性價比的。機身的堅固程度和3軸運動的精度是超過我的預期的。好了，我是機電匠，我們下期見。